好，我们今天把这个 iPad mini 带回来了，带回来的，太高了。我们买的是64G 的 WiFi 加蜂窝数据版。好小哦，它连盒子都做得很小。为什么选这一台呢？因为我们附近所有的 Apple Store 只剩下这台能找到的只剩这台了。但是它是新的颜色，那个叫星光什么？星光灰吗？还是什么的 ？Starlight？ 什么？就叫 Starlight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星光色。现在就把它开箱了。丝。拿反，没有反。这一面它上面就写了一个迷你，很草率。这是迷你的意思。对啊，我以为他在那边乱画。原来这是迷你。从这里开始，迷你。我以为他是乱画的。人家每个设计都是有那个的，好吗？还说人家乱画。我就以为他是乱画。这个苹果的盒子做的很紧。比上次开音是360的紧。然后就是 iPad mini 的本体，没有用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里边有什么说明书，没有用的东西。这里为什么有个小圆点？大家能看到吗？这是干嘛的？是放纽扣电池的吗？应该不是吧？iPad mini 需要镜头啦，它保护它的镜头的啦。对。好聪明哦！果然是有用的东西。然后一个20瓦的快充 ，iPad mini 竟然给到20瓦快充了，原来都是 iPhone 不给投了呀，为了环保。好像也是。对，然后原来 iPad mini 都是给的小豆腐头。然后一根 Type C 到 Type C 的线。终于换 Type C 了是吗？之前都是莱特宁的头，对吧？对。那我们现在来打开这个。很漂亮耶。这不就是金色吗？不是，我觉得比较像米白色、亮灰色。好多指纹啊！大家看。可是会不见的呀。你们还有啊？对，还是有一点。现在上面已经密密麻麻都是我的指纹了。背后倒是没有之前那么也有。背后这个是雾面的，会不见吧？会不见。你不要碰那个苹果就好了。真的。哎呦，我的苹果现在已经被我搞得脏兮兮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机。它有好多按键，究竟哪个才是开机按键？最大的呀。最大的吗？苹果的 logo 来了。它现在按键都坐在最上面。对，这个是集成了那个指纹的开机键，就是我这样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开。Hello。好，大家看，我是可以一手握住的，一手掌握。你来试一下。我可能不行，我的手握不了。可是我可以这样子。我一只手握不了。你翻过来试试看。不可以，会掉的。加油！可以，加油！不可以。这样，你翻过来握着，这个就归你。真的吗？你要握几秒？5秒。DQ 翻杯不倒。不可以啦，我翻不过来。我上面接住了呀。1、2、3、4、5。没有，你要翻过来。你要这样。我不行啊。那我这样子拿起来。可以。不可以。你这样拿，哎呀。上面勾住。
哦，你好聪明哦！1、2、3、4、5，上面都是他紧张的都流汗了。我不想第一天回来就被我摔坏，好吗？那我们看了资料呢，今年的 iPad mini 它是用到了 A15， 但是它好像是它的 CPU 有所降频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完全达到，就它没有把 A15 的效能完全给用出来。但是对于 iPad mini 来说就够了。因为你像 iPad Pro， 它应该没有这么多的那个。对啊，你像 iPad Pro M1 它也不能完全发挥 M1 的功用啊。因为你想，今年的 iPad mini 6已经跟生产力完全没有关系了。就你不可能用它来做什么跟生产力有关的事情，因为它的屏幕虽然比原来的 iPad mini 大，但是你要输入文啊什么打字还是有点小的，但就是比较大一点的手机，对吧？对，但是它的大小是足够你藏到衣服里面去。为什么要藏在衣服里？随身携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先玩一局 Pokemon Unite， 看看这个性能小钢炮的手感如何。开局先抢皮卡丘。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 iPad mini 是前后双扬声器，所以我们刚刚玩游戏时候的声音的体验很好，有一种环绕的感觉。对，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有水波纹。怎么会这样？是压得太大力了吗？压得轻也有。看是不是游戏的问题啊？是不是软件适配的问题？不是，不是，我在。是不是你点得太大力了，要把它戳破了？不是。我们来看手机，多大力都可以啊。都没有。没错。感觉我把手机翻了。小小的缺点。等一下，我也中招了。什么东西？果冻屏。什么是果冻屏？横屏没有，竖屏。你有没有觉得左边的和右边有位移？有，感觉像波浪的感觉吗？是都会这样子吗？还是我们拿到机王？不知道。一点点，很不明显，可是还是好像有一点点感觉。你说了之后，感觉就特别明显的感觉。但是现在不知道它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一代有没有。一代如果不用力按压的话，普通按压的话是没有，但是用力会。还是有。这感觉更可怕。但是我要很用力才能按出来。我轻轻的紧按是没有的。翻车了。屏幕翻车了，那怎么办？是可以换的吗？那就要看苹果怎么说。OK。等一下，我们联系一下 Apple 客服，看他们怎么说。好，我们刚刚联系了苹果的在线客服，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他之后，他跟我们回复的感觉就好像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个问题，然后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情况，他就叫我们约一下 service 去店里给他们看一看，看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因为他刚刚跟我要了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些那叫什么序号，对，序列号。然后他可能查了一下之后看到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就叫我们约个时间，然后把机器带到店里面给他们看一下。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，他拿着我的序列号，他就能查到我机器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，我屏幕序列序列号里边也能，他那边打我序列他就知道了。或者我扬声器坏了，我 iPad 进水了，他为什么拿到序列号就能知道我？他可能是看，比如说这一批出产的机器会不会有问题之类的吗？他有问题，他还不快收回去，还要等别人跟他反映再查序列号。我也不知道。有没有观众知道他们是怎么用序列号远程查我机器有没有问题的？下面留言一下。对，可以告诉我。让我们长知识。好，继续啊。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
截图，对，超难截。就是我们一开始没有注意到，它这一代的 iPad mini 把音量键移到这里来了，移到顶上了。那我们要截图的话就，手移上来，这样截图。那你竖屏的时候还好，我横屏的时候我要怎么截图？是这样吗？我横屏在用，我要截图了。横屏就要把它转过来之后再截。我觉得有一点麻烦。但转过来之后它会变成竖屏啊。哦，对啊，好像是哦。但你要转过来它就变成竖屏了。那所以横屏的话，我这个手要这样，很扭曲的过来卡截图。为什么要移到这里来呢？我看一下。因为这里可以让你吸笔吧，这里是让你吸笔的地方。这里是吸笔啊，这样子截图。不对，这里是吸笔啊，这里不吸笔啊。不知道耶，你看截图就这样截，这样不好截啊。有一点笨的感觉。截图，有点笨，真的有点笨，不明白为什么要改到这里来。然后大家普遍在说的这一代 iPad mini。没有上高刷，其实我觉得高刷不高刷无所谓了。什么是高刷？高刷新率，就像手机一样，它手机上120赫兹，刷的很快是吗？对，因为你上了高刷新率，那你的续航就肯定存在续航要变少的问题。我宁愿要续航不要高刷，有没有高刷我觉得不是个问题，但是什么感觉？这个是个问题，这个真的是个问题，好难受啊。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这台因为只剩最后一台了，整个区域温哥华这个区域只剩这最后一台，可以马上去现场拿到了，所以我们是64G，有蜂窝数据，我价格是849，税前849，加完税是900多，对，64G不够用啊，所以苹果也很贴心的想到了，如果你需要28G 怎么办？他们很贴心的给你想到了。去买256的，没有128。那我刚刚查了一下它的价格，如果我买256G 不带蜂窝数据的话，也是849。我买11寸的iPad Pro 是999，差了150块钱。150加币，我为什么不直接买 iPad Pro 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约了星期四的Apple Store 的检查，那等我们回来之后，再告诉大家，苹果官方对于果冻屏的回应是什么。OK， 我们到了 Apple Store 了，我们现在不确定里面会不会让我们拍摄，所以我先关掉，然后进去我问一下，如果不能拍的话，就修完之后出来告诉大家什么个状况。好，进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我们现在出来了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 iPad mini 退掉了。他是怎么说？他刚刚帮我们诊断了一下，发现好像我们拿到的那个是真的有一点问题的，就是它反应的速度没有这么快。然后他建议我们就是可以换一个新的，就是退货，他帮我们换一个新的，或者是我们就把它送去维修。对，他一开始跟我们说，问我们愿不愿意 exchange 一个，就换一个新的。我们说可以，但是他查了，他的库存是现在一台都没有，对，任何一台都没有。所以他建议我们先退掉，然后之后在网上再刷一台，看有的话就再买一台。所以他刚说的问题是什么 multi-touch problem。我刚看到他打字，他刚刚看到了吗？对，他刚有打字，我有看到，他说是 multi-touch 什么 issue 嘛？因为我刚刚看他一开始先测了一个，就是有框框在那个荧幕上，他就去点，就是一个框框他就去点，然后他好像点了好几下，有某几个框框没有点出来，对，他又跑了一个，就是整个页面都是白色的，然后你这样子一条画，然后它就会就是变成蓝色的。然后可是它有好几个点，就是它划过去了，它没有变颜色。就如果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果冻屏的话，那就可能是硬件问题，不是软件问题。然后我刚刚又给他看水波纹，他说水波纹是正常的，没有问题。那就可能是 iPad 的屏幕都会有水波纹吗？我不知道。但是 multi-touch 的问题的话，就应该是硬件问题。我们之后再看，如果再有的话，我们再买一台试一下，看怎么说。
有没有问题。好，那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